也觉得规划旅游很麻烦吗？不用担心，现在交给 Gemini 10分钟就搞定。除了制作详细的旅游攻略，还可以生成精美的地图，甚至还身兼翻译，还有导游。今天就跟我一起来看看怎么样用 Gemini 制作专属于你的旅游计划吧。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到画面上面，我们会分为5个阶段。首先第一个资料搜集的部分呢，就是你对当地可能还不是很了解，连要玩什么、吃什么都不是很知道的话，一定要先搜集资料嘛。再来第2步呢，就是我们已经对当地有一些初步的了解，那我们就可以来构思一个初稿这样子。那在第3步呢，就是深化细节，就像是当地的交通票啊，然后一些景点需要先订票之类的，它都要先帮你写出来。那接下来呢，当你的这个旅游计划差不多成型了，我们就可以第4步来把它视觉化，制作成精美的地图。那在阶段5呢，就是你今天到了当地，可能需要一些翻译啊，或者是地陪的功能的话，我们会设定一个多功能的 Gemini 对话视窗，它就是集大成于一身，就是它今天可以翻译啊，然后当导游，可以翻译你的菜单之类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到第1个阶段喽。好，那我们今天呢，会提供提示词模板在资讯栏，大家可以直接点击，然后去复制，然后把红色的地方改成你自己的资料。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模板呢，它是资料搜集的模板，就是我们要收集一些当地的资讯，越详细越好嘛。所以我这个模板呢是可以套用到任何的目的地跟任何的日期的，因为你要自己填上去。这边呢，红色的部分就是你自己要填，就是我计划前往某个目的地，然后天数啊、日期什么的。然后接下来下面呢，基本上都一样，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当地的气候啊，然后一定要玩的东西，然后一定要吃的东西，或者是交通什么的，反正就是非常详细的东西，我全部都写在这个模板里面了。你就直接把自己这一大段复制起来，然后改成你自己要的。例如说，现在我们看一下实际的范例，就是我的实际范例呢，就是我要去大阪跟京都玩，然后天数是7天6夜，然后日期是怎样，日期也很重要，因为跟天气啊，还有当地的一些景点有没有开放也有关系。然后下面这边呢，就是跟刚才上面的模板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这边有一点小小不一样，是因为我去2个城市，就是大阪跟京都，所以这边你就是可以自己修改。就是今天讲到所有模板呢，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内容，然后改成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例如说，你原本就已经知道有些地方你想要去玩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加进去。然后或者是像在住宿的地方呢，我也是直接填入了2个城市这样子。所以我的模板是非常自由的，就是大家就是自由修改或者是删除也可以。好，那我填写完毕之后呢，我们这个模板呢就直接丢到我们的 Gemini 里面。那 Gemini 我会推荐大家去用 Pro。因为它会最精细，然后最准确，然后也推荐是去试用一下那个付费版，因为我觉得跟免费版还是有差。然后我就这样子复制过来，然后直接送出。好，它回答完毕了。这边呢，它就会按照我们刚刚所有的项目这样一个一个列出来，你就可以慢慢的去阅读。就是哪边你非常有兴趣的，你也可以先记下来，因为我们等一下下一个问题呢，跟你想要去的地方也非常有关系。就例如说必去的景点啊、必吃的美食啊、交通啊、住宿什么的，它都会大概先跟你讲一下。这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让你很快的认识这个城市。那接下来就要开始量身打造了。我们接下来就进到我们的阶段2，就是行程的初稿。这边是建议说你在同一个对话里面直接进到这个阶段2，因为他就已经知道说你是要去哪边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板哦。这个模板呢，一样，你把红色的地方就是改成你自己的资料，比如说我要7天6夜，然后我的地点1京都，地点2大阪，然后日期多少，然后旅游的类型也非常重要，就是你想要玩的比较轻松一点呢，还是你想要行军行程，你都要跟他讲。然后同行者有哪些也很重要，也就是如果家中有长辈的话，他其实会帮你就是想好说哪边的交通可能不太适合长辈去，然后特殊需求可能，例如说你不吃生鱼片之类的，都要先跟他讲好。那接下来这个规划要求的部分，我是写的比较详细啦，就是如果你不想要那么详细，因为我是细到就是几点要出门，都请他写出来。但是如果你不想要这么详细的话，你就是可以把你不要的地方直接把它删掉，或者是你今天也可以去修改这个时间哦，就是说我要10点起床，或者是下午起床也可以，就直接跟他讲。接下来下面有一个重要原则，这边呢就是希望大家自己填写说你一天大概几个景点，因为我一天大概跑可能两三个点就差不多了吧，因为也是要喝个咖啡啊，看看风景什么的。那如果你喜欢踩点行程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说哦，我预计一天至少要跑到4、5个行程，那你就可以跟他讲。然后最后这边就有一个请制作完整几天数的行程表，我这边就是7天嘛，我是7天。好，那接下来看一下我的范例，就是我的大阪京都7天6夜之旅，我预计4天分配给大阪，3天分配给京都。然后呢，我希望是平衡型的，不要太赶。然后同行者呢是情侣，特殊需求的部分就是看大家喜欢怎样的需求，你就是可以写进去。例如说你喜欢多看一点历史的东西，还是你比较喜欢 shopping， 你都可以跟他指定。接下来这个规划要求，就像我刚才讲的，你起床的时间你都可以自己指定，或者是你整段删掉也没问题。好，那你填完之后呢，我们一样在同一个对话你就继续问下去。
然后呢，你刚刚已经看过我们查完的资料，如果你有什么东西当然有记下来，你也可以在这一步直接跟他讲，就是在第2步我们的初稿里面，你就要直接指定说你想要去环球影城，或者是你一定要吃章鱼烧，这边你都直接跟他讲。好，接下来呢，这个结果就是详细的每日行程，你就可以稍微看一下。例如说，他很贴心的第1天，因为是抵达，所以就不会安排太多行程，就是只有去新斋桥那附近走一走。接下来第2天呢，可能就是大阪城绕一绕啊，然后比较多的景点这样子。那我觉得按照我们这个模板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 AI 比较知道你的步调是怎样。因为之前我也有用 AI 做过行程，但是它常常会把它排得太满。但是如果按照我们今天这个方式的话，它大概就知道你就是一个比较走轻松路线的人，或者是你想要跑点的人，就不会说它规划出来的东西你觉得不可行，就是你真的会去参考里面的东西。那接下来呢，就还有这个预算估计，他会把机票啊、住宿、交通什么的全部都先跟你讲好。然后还有一个贴心提醒的部分，我常常觉得 Gemini 它在一些小地方就特别的贴心，就是像是旅游规划，或者是你要做一些事情的一些步骤，它都想得特别的周全，或者是你今天已经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已经差不多规划好的话，你也可以先让它丢进去，然后看过一遍，你就会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看到自己没有看到的盲点之类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2步，就是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的计划的初步的初稿。那这个初稿呢，其实可能它的修正空间还是蛮大的，因为例如说有些门票可能来不及订啊，有些地方可能哪一天没有开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到我们的第3步。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出国在机场找不到网路，超紧张，想要查出机场怎么搭车去饭店 ，Google 地图或是 AI 一起卡住，想要跟家人报平安也没有办法，还要跟别人借 WiFi， 超像网路乞丐。但是如果告诉你有一个方法可以不用换卡，让你一下飞机就有网路，而且还比在当地买 SIM 卡还便宜，你相信吗？上个月我去日本，当我的家人还是担心要不要买实体 SIM 卡的时候，我的 eSIM 都已经设定好了，超快速，不用换卡，不用排队，出国前就可以在手机上用好，只要一落地就自动连线。尤其是 Sally eSIM 真的联网超简单，连我妈都会用。操作很简单，你就手机下载 Sally App， 选择你要去的国家，像是日本就有1GB、3GB、5GB 的不同方案，都是30天期限，超级够用。买完之后直接在 App 里面安装，手机点一点就搞定了。然后最赞的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一次跑好几个国家 ，Sally 还有区域方案，像是亚洲或是欧洲方案，一张eSIM直接漫游多国，不用每个国家都重买，省超多麻烦。他们家涵盖全球200个地区，而且客服是24小时都有人，还支援中文，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想要像我一样旅行一落地就有网路用吗？现在使用苹果妹频道专属优惠码 Apple May， 或者是优惠链接 sally.com/applemay 就可以享有15%的折扣哦。优惠链接我放在资讯栏，相信我，用过eSIM之后，你再也回不去那种换SIM卡的日子了。就是深化细节的部分，深化细节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有些门票真的不好买，你如果没有1-2个月以上之前就订的话，可能真的就是买不到，那就没有办法。所以深化细节这个部分呢，就是非常推荐越早做越好，就是至少要1-2个月之前赶快先做下去。所以这个深化细节的部分呢，模板我们也来看一下哦，就是天数一样你自己填，然后里面呢很多的一定要先定的细节我都先帮你写好了，就比如说交通。什么餐厅要定位啊，美食深度的评论，或者一些省钱攻略，可能免费可以看风景的景点，这边也叫他写出来，或者是有一些实用的 App 啊，行李打包的建议啊，就是一些很细节的东西呢，全部都在这边讲到了。所以大家就是直接也是一样，把红字的部分改成你自己的，然后就把它送出就可以了。然后来看一下我的实际范例哦，就是我填好了它长什么样子。在交通优化的部分，我刚刚不是已经写很多嘛？但是其实这边就是又加入了一些我自己看到的资讯，例如说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什么京都巴士一日券很好用，那我就可以在这边问他，我就把它加进去。或者是我今天已经确定我要吃什么餐厅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写在这里面说那一间米其林餐厅可能要多久之前预约啊，或者是哪些管道比较好预约之类的。那这边呢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旅游方式，就是我会喜欢去观光客比较少，而且是当地人喜欢跟推荐的一些餐厅，这边我就可以跟他说。那后面呢差不多都是没有修改的部分。好，那就这一大段我们就直接丢给 Gemini， 就是直接给它丢进去，直接送出。那一样是希望都在同一个视窗里面完成。如果你前面有要修改，或者是你自己已经有列了一个计划的话，也尽量都是在同一个对话里面，让它有一个先后文的感觉，就让他知道说你的计划修改哪些部分，然后你就可以继续下去。
真的是太方便了。大家看那个它的答案哦，它会跟你说哦，哪些交通卡它有怎样的特色，它的价格是多少啊，然后它比较适合哪些的行程。然后呢，它会把主要的交通的部分全部列出来，然后跟你说，它会建议你全程刷 ICOCA， 或者是升级建议怎样，直接跟你讲说哪一个金版特辑可以加购啊什么的。非常非常建议就是交通的部分可以先让他看一次哦。然后再来是很难预约的部分，就是例如说和服体验啊，然后每天蓝天大厦，或者是比较热门的这种米其林餐厅呢，这边都先写出来了。而且我觉得他推荐你这些东西，有时候是你原本没有想到的，或者是原本没有接收到资讯的，就是会做的比较深入，你会接触资讯会接触的比较广。而且有一个很好用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叫他去查日本人自己的评价，就是你可以叫他用日文去查，因为你现在用繁体中文跟他讲话，有时候他的资讯会限制在中文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如果你今天是要他去用日文搜寻的话，他的资料就是真的会是当地的资讯，然后他给你的答案一样会是用繁体中文，只是今天他的资料来源就不太一样。好，所以这个第3步呢，我觉得也是必做的一步，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前面你可能自己规划也没有关系，但是这边呢，你一定是要让他先看过你的交通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哪些景点一定要先预约。好，那到了阶段3呢，其实大家应该都已经差不多知道说你哪一天要去哪些景点，毕竟票应该是都买的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到我们的阶段4，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旅行计划视觉化，而且是做成非常可爱的地图。那这个模板呢，大家可以直接复制，然后把这个红色的地方改成你想要的风格。例如说我自己喜欢莫兰迪的手绘质感，或者是你今天想要美式风格、日式风格都可以填进去。然后色调的话，我是填写清晰质感风。我发现如果你不去强调你要怎样的色调的话，它常常出来就是会黄黄的，所以这边我就写清新质感。好，那这个模板呢，这边就直接复制，然后到最后面这边呢，你要贴上你自己的行程，就是你每一天的行程，你就是直接在后面这边贴上，所以会变成上面是模板，下面是你自己的行程。那这个步骤呢，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一定要在 Tools 这边按这个 Create Images， 就是生成图片，中文是生成图像之类的，你一定要按这个，因为我发现就是如果你只用这个提示词模板的话，它有的时候会写字出来，就是它不会给你一张图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总之呢，就是我们要让它启用那个Nano Banana Pro， 所以就是要把这个 images 打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成果。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超级美的七日旅行地图，然后它是这样子一个蜿蜒的感觉。那说真的，它也不算是一个地图，它就是一个示意吧，就是一种旅游示意的感觉，就是每天是怎样的氛围，然后会大概去怎样的点，它都集中在里面。就有点像浓缩的这种感觉。那如果你想要更细一点的话，你也可以每一天的行程把它拆开来，自己单独做成一张这种图片，也是没问题的，那就会更详细。那你就可以把它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小手册之类的感觉。然后呢，左边这边有必吃的美食清单，每一天的，然后还有一些小提醒、小贴士，而且真的超可爱的，因为你看它都把那些地标把它变成这样小小一个图片，就都在同一张图里面，然后就也是可以当做一个纪念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进到阶段5，就是我们今天到了当地，一定是会需要一些翻译功能或者是导游的功能。我之前有做过一个非常详细的怎么样让 AI 当导游的介绍，但我们今天这个是进阶版，就是我们今天要让同一个 AI 身兼3职，就是它今天既要直接翻译，例如说你打一句1号月台在哪里，它就直接给你一句日文的1号月台在哪里，就是直接翻译，它不会给你任何的龙颜赘字。同时呢，它又要身兼翻译菜单，就是你今天把照片丢给他，他就直接翻，就是他不会给你其他任何的赘字，他也不会问你今天要干嘛，你丢给他菜单，他就知道他要做什么。然后第3个就是他要当导游，你今天直接拍一张照片给他，他就知道在哪里，或者是你今天打一个地名大阪城，他就会立刻告诉你大阪城的历史啊什么的。那要这样子身兼3职呢，我们要先设定一下这个 AI。这个设定呢，建议就是你到当地之前就赶快先设定好，然后把它选定在最上面。我们等一下会示范哦。首先呢，这个模板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日本旅游助手，然后稍微提供一下你的背景资讯。就是呢，我今天要去哪边旅游，然后什么日期，然后你要提供以下的服务。服务有3个，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即时日文翻译，就是你今天只有输入中文的时候呢，直接请他翻译成日文，而且是有礼貌，而且符合日本文化的表达方式。就例如说你今天要问路啊，问他们有没有某个商品啊，你只要输入中文，就是例如说有没有 M 号
或者是餐厅在几楼这种话呢，你就输入中文，它就会直接给你一句日文，就是直接给对方看，而且是速度非常快的。再来第二个呢是菜单解读的服务，就是当我拍照上传日文菜单的时候，直接帮我翻译，而且你要解释这道料理，然后还有告诉我这个价格区间，还有用餐礼仪，就是一整套的。那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小帮手非常好用的地方就在于你不需要再跟他讲任何事情。我们今天这个模板直接丢进去之后，你就直接输入照片，直接输入地点，他就知道他要干嘛了。再来第三个呢，就是导游的功能，就是当你今天上传照片或者输入地点的时候，他就会立刻开始深度解说，还有呢介绍必看细节，这边一大串。一样，大家就是直接这个模板呢，就复制到你的对话里面哦。然后我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你这边要选那个 fast， 就是快速。为什么选快速呢？就是因为大家知道翻译的时候，如果你停顿的话会非常尴尬，所以这边一定要选 fast。如果你选到 Pro 或 Thinking 的话，它就会回答得很慢，然后就显得很尴尬，或者你今天在紧急的状况，你在赶车什么的，你要知道哪个月台什么的，就是回答要快速，所以要选 fast， 就是快速的部分就选出去。好，那接下来他就知道了他的任务了。然后这边我们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对话视窗选定在所有的对话最上面。就是你按这个3个点点里面有一个 pin， 中文叫盯选之类的，你就盯选，它就会跑到最上面。这样子呢，你每一次就是要使用的时候，你就打开 Gemini， 它就会在那个列表最上面，你就直接去选它，然后在同一个对话里面呢，你就去输入你要做的事情就好了。例如说，我们今天有这个完全看不懂的日文菜单，非常非常的难。完全不知道他在写什么，那你就可以把它丢进去，就是你完全其他字都不用写，你就丢一张照片给他，就是你在手机里面也是这样子操作的，你就是附加照片或者是拍一张照给他就可以了，然后他就会有完整菜单翻译，然后还有价格，还会告诉你它里面有哪些内容物，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而且大家知道这种居酒屋它的菜单其实不是普通的菜单，就是它是一些比较稀有的这种菜单呢，一定要试看看的。它还会告诉你说哪些是必点哦，或者说你今天只是要单纯的翻译，纯翻译，你在路上问路，或者是你要问一些价格相关的问题的话，你就直接输入。我就说哦，请问1号月台在哪里？大家看它的速度哦，非常快速，而且直接到位，有没有？不要有任何的废话，你就是给我日文就对了，非常方便。你就是直接选定，就是这样子，超级快速的。或者是哦，今天你呢来到了一个地方，来到了大阪城，然后你想要知道大阪城的历史，或者是想要需要一些讲解的部分，那你就直接拍一张照。我跟你讲，你就直接拍一张照，你就什么事情都不用讲，你就丢出去就好了，他就会知道他要干嘛了，他就知道哦，这是大阪城哎。然后这是怎么样一个地方，就是深度的解说，还有一些必看的细节。好，下面怎么突然开始讲菜单，莫名其妙。好的，我们发现它的 bug 了，它没有办法一次身兼那么多的职位。我原本的预期是他看到这个照片之后，他就会立刻知道说我们希望他扮演导游。然后再教大家另外一个方法好了，就是你可以把它设定成这个 James， 就是直接帮他设定一个个性。就是它已经是你客制化的 AI， 那你在打开它的视窗的时候，你就不用再重复输入任何的提示词，我们就可以把刚刚的这一大串把它丢进来这个 Gem。Gem 的新增的方式呢，就是你点进来之后呢，这边按这个新增 Gem， 然后你可以把它设定一个名字，然后在 Instruction 指示这边呢，你就直接贴上我们刚刚那一大串，然后呢，我们按 Save， 就是储存，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跟它对话。但是这个 James 呢，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你每次跟他新增一个对话，他就已经知道你那些背景的故事了，他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了，那你就可以直接输入你要东西，例如说这边这个大阪城，我直接输入给他看看，那就非常好用，直接就会开始即时导游。然后他讲完之后呢，你也可以让他念出来，就是在3个点点里面你好，我是你的日本小助手。讲话还是稍微不自然一点啦。如果你也有 ChatGPT 的话，你也可以把文字就是直接复制到 ChatGPT。我之前的用法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会先请 Gemini 先制作一份非常非常详细的历史讲解或者经典讲解，是比现在这个还要更详细。就是你可以用 Pro， 然后呢指定要它生成一个非常深度而且非常长的解说。那生成完毕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复制起来，然后贴到 ChatGPT 去朗读出来。就是这是我自己之前的方法啦。所以呢，这个日本旅游小助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是如果大家发现就是真的它的即时导游功能，它还是会跟前面就是有点搞混的话呢，翻译跟即时导游2个也可以分开。就是你可以设定一个翻译助手，然后一个导游助手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用 Gemini 规划旅游的教学就是差不多到这边。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我自己非常喜欢用 Gemini 规划旅行，因为它的资讯都非常的及时，然后都非常的详细，我觉得是目前 AI 里面大概最精准的一个。但是我通常都会很多个 AI 就是全部丢同一个问题，然后看哪一个规划的比较好这样子。但是通常 Gemini 的资讯都会是最准确跟及时的。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